疫情過咗，外幣都跌咗，相信大家都會報復式咁去旅行啊！想使多啲買多啲嘢，喺呢個時候揀啱一張信用卡就好緊要啦。因為去旅行嘅信用卡唔係淨係睇回贈，睇匯率啦，同埋手續費都好緊要嘅。所以想揀啱一張信用卡，拎到最高嘅回贈。同埋最後亦都會同大家講簽卡一定要注意嘅陷阱，一個唔小心呢，可能仲會蝕大本添，所以就記得睇到最後啦。Hello， 大家好，我係 Cashback 姐啊。呢個 channel 會不斷 update 整合所有最新嘅優惠回贈資訊，令到大家乜嘢消費都可以用最抵嘅價錢購買。喺開始之前提一下，我哋依家講嘅每一張信用卡都係冇收任何廣告費用嘅，純粹係想過下癮，同埋可以 share 下啲信用卡嘅知識俾大家知。提提你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好，咁我哋就開始啦。首先想重溫一下之前我哋喺影片度都介紹過嘅呢幾張卡都好啱旅行噶。第一張就係中銀超啦，佢嘅流動支付有5% 回贈，上限3000蚊，本地同海外都得。海外唔少店鋪都收 Apple Pay， 所以都幾方便噶。不過呢，手續費就要 1.95%。第二張呢，就係恒生嘅 Mpower 卡啦，海外簽賬滿3000蚊就有5% 回贈，每筆簽賬呢要300蚊以上，上限回200蚊，都係要 1.95% 手續費嘅。而建行京東卡呢，佢就係支付寶4% 回贈，兌換率比直接用信用卡好，手續費淨係要0.2%，但係呢，收支付寶嘅商戶呢就會少一啲。而第四張呢，就係安信嘅 Earnmore 啦，佢一年頭15萬呢就有2% 回贈，都係冇手續費噶，但係銀聯兌換率呢就差過 Visa 同埋 Master 1.2至1.4%，所以如果唔係大額消費嘅話呢，都係用其他卡好啲。而第5張重溫嘅呢，就係渣打嘅 Smart 卡啦，佢係無上限0.56%，冇手續費，啱晒唔想左計右計嘅人。好啦，咁重溫完頭先上述所講嘅信用卡之後呢，而家我就想再詳細咁樣介紹多幾張卡俾各位 CB 友，可以等你哋有更加多嘅選擇啦。第一張呢，就係 HSBC 嘅 Everymile 啊。呢張卡呢，正常消費就係5蚊一厘嘅，里數比率呢就普普通通啦。但係大家都知 HSBC 係多優惠嘅，例如而家去到6月20號消費滿8000蚊呢，就可以額外多3% 回贈，最高可享額外300蚊。再加上另外限時優惠，而家去到6月30號，頭10000蚊海外外幣簽賬全部都係2蚊一厘。大家聽到呢度就知道 HSBC 成日都有啲好筍嘅優惠啦。唔單止咁樣，佢指定嘅商戶都係2蚊一厘噶，例如搭巴士啦、Starbucks 啊、Pacific Coffee 啊等等。平時睇開片嘅 Netflix 啊、Disney Plus 啊、YouTube 啊，打機呢就有任天堂啊、PlayStation 啊都得。甚至如果想喺 App Store 啊、Google Play 瘋狂課金，都有2蚊一厘，相等於2.5% 現金回贈啦，而且冇回贈上限限制添。如果你有去旅行嘅話呢，佢仲送埋每年免費嘅旅遊保險同埋6次嘅機場貴賓室俾你玩。喺 Agoda book 酒店同埋國泰 book 機票呢都有優惠，都真係好正嘅旅遊卡嚟嘅。不過呢，要留意翻佢嘅收費都係 1.95% 啦，係普遍信用卡外幣支付嘅手續費嚟嘅。而家申請呢張卡，發卡後首60日累積簽賬滿8000蚊就有1000蚊，相等於都有2萬里噶。第二張要介紹嘅信用卡係中信國際大灣區雙幣銀聯卡，我就直接講重點啦。呢張卡係用 WeChat Pay 或者雲閃付有4% 回贈，每筆交易最多有100蚊現金回贈，每個月最多可以有500蚊，即係同建行京東卡嘅定位差唔多，都係特定嘅電子錢包專用卡嚟嘅。雖然外國收微信支付嘅商戶唔多，仲少過支付寶，但係如果見到就一定要用呢張嚟支付啦。因為以兌換率嚟講呢 WeChat 係最抵嘅。之前有朋友實測日本東京 WeChat Pay 嘅兌換率係0.05703，支付寶呢就0.05721，而 Visa 嘅兌換率呢就係0.05754，銀聯就係0.05781。用以上嘅數據就睇得出 WeChat Pay 幾乎係冇兌換手續費嘅，而且仲低過支付寶添。我將即時兌換率嘅網站放喺描述欄，大家可以自己試下。而家申請呢張卡，發卡後2個月內簽滿8000蚊就有700蚊回贈。而第3張要介紹嘅呢，就係其實喺我哋之前影片都介紹過噶啦，係 HSBC 嘅 Visa Signature。冇錯，呢張卡除咗用喺餐飲之外，仲可以改變配置，將最紅自主獎賞全部揀晒去賞世界。加埋而家做緊限時 promo， 外幣3% 額外回贈，上限11000蚊。
加埋本身3.6% 回贈，總共就有6.6% 啦。扣翻1.95% 手續費，仲有4.65% 賺啦。如果錯過咗都唔緊要，HSBC 都成日推出呢一類型嘅優惠㗎。去旅行之前記得留意下我哋嘅 channel， 睇下有冇 promo 啦。不過要記住，餐飲同旅行呢只可以2選1。如果揀咗旅行嘅話呢，就唔可以揀翻餐飲回贈㗎啦。不過每年都可以重新設定最紅自主獎賞嘅，所以呢可以按翻自己嘅需要揀翻適合自己嘅回贈。好啦，我講咗咁多卡之後呢，有一樣嘢大家都一定要留心嘅，一錯咗呢就即刻會蝕大本嘅。呢樣嘢就係 DCC 啦。DCC 即係動態貨幣交易，去到外國簽賬嗰時呢，可以揀翻用當地貨幣結賬定係用港元嘅。呢個時候記得一定要揀翻當地啊！如果揀咗港元呢，商戶同銀行就會將呢個 DCC 交易收最少4% 嘅手續費㗎，所以一定要同當地嘅店員講清楚係要用當地嘅貨幣結賬啊！除咗 DCC 呢個陷阱之外呢，另外有個陷阱呢都一定要留心注意嘅，就係 CBF 啊！如果你中咗 DCC 陷阱，有銀行係會收多你1% 嘅 CBF 手續費，可以話係蝕上加蝕。CBF 即係指跨境港幣交易費啦，簡單啲嚟講呢，就係以港幣支付海外商戶。但係 DCC 就唔計網上交易，而 CBF 呢就計嘅。最壞情況係冇手續費之餘，仲要冇回贈，所以上網買嘢真係要睇清楚嗰個商戶係咪香港啊。目前實測喺主要嘅銀行入面，包括渣打啦、中銀、大新、中信等等，都係會收翻0.8% 至1% 嘅 CBF 手續費嘅。而 City 啦、DBS 同埋東亞呢，雖然唔收手續費，但係就會冇咗嗰個現金回贈。HSBC 呢，就係少數唔收手續費又有回贈嘅銀行。網購唔確定商戶係咪香港嘅，就一律用 HSBC Red 4% 網購回贈卡啦。好啦，咁今集就講到呢度先。如果以上嘅資訊可以幫到大家賺錢同埋慳到錢呢，就係我哋成立呢個頻道嘅回報啦。如果你唔想錯過任何回贈資訊，請記得點讚、留言、訂閱同埋分享我哋嘅頻道啊！祝大家早日實現財務自由。如果有任何回贈嘅問題或者對呢一類嘅題目有興趣呢，都可以留言提問㗎。我哋下個禮拜5中午12點再見啦！